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。香蕉是我们经常吃的一种水果，相信大部分朋友把香蕉买回来之后，都是直接堆放在桌子上或者是果盘里。一般第二天，香蕉上就会开始出现黑斑、黑点了。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就没办法继续存放了。不抓紧时间吃，再过2天就缺坏了。有的朋友就会想，那就放进冰箱里就好了呀。其实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，那样只会加快香蕉的腐坏速度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小技巧，可以让香蕉保存1个星期都不会坏。香蕉我们先把它放在一旁，接着准备一个大盆，往里边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再加入1勺食盐，下手把食盐搅拌溶解。再把香蕉放到盆中，把香蕉清洗一遍。刚买回来的香蕉，其实表面上都会有催熟剂，如果不及时清理的话，就会像大家发现的那样，放个2-3天就缺坏了。不跟着吃，那就非常浪费。现在我们用盐水把香蕉的表皮仔细的清洗一下，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对香蕉的腐蚀。在相同的外界条件下，清洗过的香蕉可以延长存放5到7天不变质。用盐水把香蕉的表皮清洗一遍之后，我们再把香蕉的根蒂也浸泡一下，因为香蕉的根蒂一般都是催熟剂最浓重的地方。现在再把香蕉拿出来，再换一盆清水，往里边加入一点可食用的小苏打。使用这种小苏打非常的环保卫生，而且特别的安全。它不仅有清洁水果的功效，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清洁蔬果等等。我们把它倒一点在盆中，然后下手把小苏打搅拌溶解。小苏打具有很强的清洁能力，可以把香蕉表面的脏东西全部洗掉，特别是农药残留之类的。再把香蕉放进来清洗，没有小苏打，可以用食用碱或者淘米水代替。大家都知道，盐具有杀菌的作用，而加入小苏打主要是为了去除果皮上的农药残留。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，农药分为水溶性和脂溶性2种，其中水溶性的农药很容易去除，而脂溶性是酸性，不溶于水。我们用小苏打将水兑成弱碱性，这样农药就会被分解了，这样香蕉就很容易保存了。现在再把根蒂浸泡5分钟。时间到之后，就可以把香蕉拿出来了，然后用纸巾把香蕉皮上的水分全部擦干净，一定要全部擦干净，不然会影响香蕉的保存时间。其实想香蕉保存的久呢，它的根部是最关键的地方。我们先把发黑的地方用剪子剪掉，然后再用保鲜膜将它包裹起来，把香蕉的根部像这样给它包裹起来，可以多包1层，让它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环境。因为香蕉会释放一些气体乙烯，可加速香蕉自身变褐变熟，而大部分的一些气体都是来自于香蕉的根茎部位。裹住香蕉的根茎，可以缓解香蕉成熟的速度，延长保鲜的时间。所以我们需要把根部紧紧的包起来。如果家里有条件的，也可以用绳子把香蕉悬挂起来，因为香蕉最怕挤压，这样可以减少受压面积，能够让香蕉保存得更久一些。如果家里不便悬挂，也可以像这样凹面向下、凸面向上的放置，这样可以减少受压面积，延长保存时间。另外提醒大家一点，香蕉买回来之后，一定不能把它的表皮弄破。
如果不小心弄破了，也要及时吃掉。还有，我们也不能把香蕉放进冰箱里边，这是因为香蕉的表皮细胞含有一种氧化酵素，平日里被细胞膜包裹得严严实实，不与空气接触。如果一旦碰伤或者是受冻，细胞膜破裂，氧化酵素就会流出来，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，就会生成一种黑色的化合物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丑陋的黑斑。所以把香蕉放进冰箱保存，这是错误的做法。香蕉的保存温度在8到23摄氏度之间最为合适，所以大家在室温条件下保存就好。以上对于香蕉的保存方法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大家可以收藏起来备用哦。如果家里没有出现香蕉保存不当，会出现一些黑斑，一直吃不完也不要着急。今天来分享一个香蕉非常好吃的做法，非常简单，5分钟就能搞定，男女老少都爱吃。首先我们把香蕉去皮，然后再把香蕉切成小段。切好之后放入料理机中，再往里边打入2个鸡蛋，然后加入100毫升的纯牛奶，接着把它打成香蕉奶昔。打好之后放入大碗中。喜欢吃甜一点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往里边加入适量的白糖，搅拌均匀，把白糖彻底的搅拌融化。接着再加入适量的面粉，一边倒入一边搅拌。这里大家不要一次性全部加进去，这样容易起面疙瘩，而且不好搅拌。分次加入，不仅容易掌握其中的含水量，而且可以把它搅拌至最佳的状态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like。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美食多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您帮美食多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就搅拌成这样比较粘稠的糊状就可以了，先放在一旁。接着准备一个平底锅，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然后把调好的面糊倒入锅中，用铲子把面糊均匀的摊开，这样饼会更容易受热均匀。接着再往上边撒上适量的黑芝麻蒸香，然后开火把它烙至底面定型。定型之后再翻另外一面，把另外一面也煎至定型。时间长短根据你的火力大小来决定，只要把饼烙熟就可以。就烙至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现在味道就非常的香了，淡淡的奶香味夹杂着香蕉的清香，实在是太诱人了。我们把它放到菜板上，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就可以。这样香蕉奶昔饼就做好了。这样子做出来的饼，口感 Q 弹有嚼劲，而且属于越嚼越香的那种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却十分的营养，用它来做早餐再好不过了。配点小米粥真的是非常好吃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